里超可爱，你看他的房子，整个就很像住在一个小农村，真的太扯。他连洗脸台都有一个门，这个是 shower， 超爆大，这是5星级饭店。这个小镇叫 Brunico， 融合了奥地利与意大利的文化风格，拥有中世纪城堡与彩色老城街道。我们2天之前就预计了今天这个时候是个坏天气，所以我们就包下了一间桑拿室。那一整个小屋就是我们2个人的。哦，你看，是 sauna， 然后这个是 steam。上集的影片介绍了几个 Dolomites 的热门景点，像是索拉皮斯湖，还有3尖峰。这集的影片呢比较不一样，我们只待在一个地方，因为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都不太好，所以我们决定待在一个露营区，等天气好转的时候再继续我们的旅程。这个是我们要住的 campsite， 对，这里超可爱，你看他的房子，整个就很像住在一个小农村。然后这一坨鸡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在洗澡还是在孵蛋？他们在土里面呢。放鸡蛋。你看这些鸡到底是怎样？太可爱了吧！这个小房子呢是 guinea pig。你的脚，你会不会咬我？好，我们要继续去物色，我们到底要把车停在哪里？我通常不会拍厕所的部分，但是这一间真的太扯，它连洗脸台都有一个门。这个是 shower， 超爆大，这是5星级饭店，而且他们有吹风机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在这种低于5度的天气，晚上我都是头发让它直接干，我都没有吹风机可以吹我的头发。他们的厕所和淋浴在不同空间，数量超充足，还有小朋友的迷你马桶和浴缸。洗衣室和洗碗区一样超新超干净。这里不只是露营区，其实也有独立客房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准备露营的装备，也可以来这里住。他们这里的游泳池据说是有加热的，让我来摸摸看，到底有没有温暖。不冷，但是也不热。他们说是加热到21度啦，所以感觉起来就是那种平常水龙头会开的水，再温暖一点点而已。Are you preparing some deliciousness? 我在准备汉堡。哇，就热的，看这些袋子有什么东西 ？Pasta， 那是 pasta，whole grain mushrooms for the pasta。这是我们3天的粮。Chips, sandwich bread, also whole grain, very healthy. And some fruit, bananas, pears. 我们刚刚吃完了，在看 Netflix， 但是这里有个东西一直抢走我的注意力，就是这只鸡一直想要去吃那个女人的东西。那个女人一直想要把那只鸡赶走，所以太好笑了吧！一群鸡，他们应该是闻到这女人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全部都要去吃她的东西，笑死我！那里有一只羊，咩！房子里面好像还有，超可爱的。这个露营区根本就是一个动物园。洋洋，我上来找你玩了耶！你那什么意思？一脸鄙视。咩？哦，你会跟我说话哎。Hello， 你好。那个是你的家吗？你好。太阳出来了，有没有很舒服？这里有更多 guinea pig。哦，是兔子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兔子跟 guinea pig？这里是一只天竺鼠，后面有一个兔子。这里也是天竺鼠跟兔子。这个兔子的毛好长哦，看起来之前有天竺鼠或是兔子想要越狱哦。这里有了一个大洞。是不是你？今天因为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我们吃饭或是休闲活动基本上都会在我们的帐篷里面。等一下也要在帐篷里面做我们的早餐。
我用了平底锅热了我的水，然后现在要来泡我的红茶。如果你们一样要在帐篷里面用瓦斯炉的话，记得通风要好，不然可能就出不去咯。这里也同步的一个天气呢。你要去哪里？没有，只是问。下面那边就是新盖的厕所或是浴室，然后上面这里有一个空间，应该算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图书馆，因为这边有书、椅子、沙发这样。因为这边也有插座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边充电。外面现在下着大暴雨，看得出来吗？这个区块大多停的是露营车，能开着露营车旅行真的好羡慕哦。他们在早上10点跟晚上6点的时候，会把他们的驴子跟小马放在 reception 前面，就可以帮他们梳毛。今天下雨，所以他们都在里面。哦，看到耳朵了。猫妞呢？刚刚有一只在叫，超大声，大声到我站在这里需要把耳朵捂住。你们是不是很想出门？是不是很无聊？全部的鸡鸡都在这里，真的有好多鸡哦！而且他们完全都不怕人呢。我觉得他们就是很习惯有一大堆游客在他们旁边走来走去。鸡鸡都可以在外面玩，他们的家在这里。那边的那个小门，那个晚上的时候会关起来，他们晚上就会自己爬着那个小小的桥回家，很聪明呢，白天就会自己出来。天空开始放晴了，等一下就可以来去观光。那里有一个城堡，这里的工作人员说那个城堡很值得去看一下。黄在那里，我现在要自己一个人去找拉玛，就是羊驼，好像是从这里上去，不知道，走看看。走错了啦，是从这里。刚刚那条路真的是，我觉得有点 impossible。看黄在那里干嘛？李黄瑞，这里就是他们的拉玛。哦，看到了一个 ，Hello， 你们的 view 很好哎。做饭做到一半，他们好像要开始放驴子跟小马出来了，因为没有下雨了。他们好兴奋哦！有听到吗？他们超开心的。Hello， 哦，好近哦！他们好开心哦！哦，这个小马真的超 Q 的。本来打算在外面吃，但是外面有那个狂风，很烦。从我们的营区过一个崩康就可以到火车站，然后这里就是另外一个小镇。这个日晷超像一个笑脸，好可爱。我们使用露营区送的这张旅游通行证，坐公车前往附近的小镇。这张卡可在住宿期间免费搭南蒂罗尔大众交通，还有导览活动与体验折扣。这个小镇叫 Brunico， 融合了奥地利与意大利的文化风格，拥有中世纪城堡与彩色老城街道。冬天滑雪，夏天健行、骑车都很热门。我们现在就要从这里走去山丘上的城堡。如果有旅游通行证，可以免费兑换这个城堡的门票。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个一半在墙上的小屋，它其实是管理员的小屋，里面还保留了原始的摆设。进到城堡内就会发现，怎么尽是一些不应该出现在欧洲城堡里的东西？那是因为这里也是一个山岳博物馆，是由登山家莱因霍尔德·梅斯纳创立的。主题聚焦山地民族文化，展示来自喜马拉雅、安第斯与蒙古等地的生活文物与影像。
创办人希望把山与历史建筑结合，城堡象征人类在险峻地形中建立防御与聚落的能力，而博物馆的主题正是山地民族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生活。简单说，城堡本身就是一种山地生存的象征，后墙、防御位置、高地视野都呼应高山文化的核心精神。所以博物馆设在城堡内不只是利用空间，而是一种概念延伸。城堡的中庭虽然一样有一些有点突兀的摆设，但四周墙面仍静静保留着岁月的痕迹。斑驳的壁画、细致的装饰，碎石地摆上了几张桌椅，让人得以坐下来喝一杯咖啡，在石墙与天空之间短暂做一场属于自己的城堡梦。城堡内有一些房间的摆设也被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。最后我们要爬上这些楼梯，前往城堡中的制高点。记得多留一点时间给这座高塔，慢慢爬上去，同时欣赏这些画作。站上塔顶后，可以鸟瞰整个 Brunico 小镇，周围的田野、远方的山岚，一层一层铺展开来。我觉得这是在 Dolomites 自然践行旅途中很不一样的体验，不只是山与步道，还有城堡本身的历史，馆内展出的山地民族文化，再加上眼前这片开阔的景色，来 Dolomites 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小镇与这座城堡。你哪里买的鸡？你确定你丢到地上它不会吃到石头吗？ If she's clever. 刚刚有几只小马跟驴子已经被带去了，他们几只是第二批，他们就一直在叫，是不是很想出去？天气好的时候，这些小马和驴子就会从马厩牵去可以自由活动的草地。途中为了让小孩有参与感，就会让他们也一起牵着绳子走。基本上很安全，因为都还是有大人在控制。我其实也很想去牵，但我这个30几岁的阿姨实在不好意思去跟小孩讲。我们现在要走路去 campsite 旁边的小镇，从这里就到那里。听起来有个学校在这附近。Und magst du die Biersterne? Ja. Okay, also die Kornschnitzhonig. I don't understand anything. 连店员都讲德文。 Was magst du denn? 这个区域啊，其实原本是属于奥地利的。那因为奥地利讲德文呢，所以这个区块的居民大部分人都是讲德文。在营区的时候，只要你有眼神交互到，就要打招呼。那这边呢，他们大部分都会讲 Morgen，Morgen 就是德文的早安。他们不会讲 Buongiorno， 也不会讲 Good morning， 他们都会讲德文。今天的雨一直都没有停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事。就今天早上去了旁边的小镇，买了一些午餐的东西。但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，我们要去做桑拿。我们2天之前就预计了今天这个时候是个坏天气，所以我们就包下了一间桑拿室，那一整个小屋就是我们2个人的，所以现在就要准备去做桑拿。这个就是桑拿房，开了。不是啊，这么大是要干嘛？为什么还有2楼？2楼有什么？还是2楼根本就不行用 ？What？ 这个是按摩的空间吗？这个是睡觉吗？这可以出去吗？啊，竟然还可以出去！然后还有一个独立阳台。包下这一整个桑拿小屋2个小时是25欧元，我觉得非常的划算，很 OK。而且如果你有更多人的话，更划算。哦，你看，是桑拿，然后这个是 steam， 然后这个是 shower， 这应该是马桶吧？让我看看，对，是马桶。
这里有这里面桑拿的温度，因为还没有泼水，这个等一下泼水下去应该会很热。这里还有很贴心的准备沙漏，所以你们就不会在这边过时。这样子是15分钟。耶，我们的独享桑拿，有点热了，我要出去。哇，真的是好真哦，香香的。我手机的什么都看不到，好，就先这样。我刚刚想说这个淋浴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按钮？因为目前我这样看就只有一个这个用手持的，然后上面就2个灯跟一个应该是抽风机。然后想说为什么要那么多？结果，这2个灯竟然都是水头，而且这个灯是温的，这个灯是冷水，超冰的那一种。所以如果你在桑拿室很热，出来这里淋，就是有种三温暖的概念。没错，太高级了，我是乡巴佬嘛，我都不知道莲蓬头可以有灯。我们今天要 check out 了，这也是我们这一趟旅行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老家伙。我们应该不会再搭这个大的，我们还有一个绿色的小的，所以这个帐篷就要留在这里咯。拜拜，你要跟他拜拜吗？再见，39年以后，拜拜，拜拜，光荣退休。我们这里很接近一个缆车站，很多人会去那里，有一间很漂亮的餐厅。这里他们都会有 live camera， 昨天还是草地，今天已经全部都是雪地了。要离开露营区的这天，终于遇到可以帮小马梳毛的环节了。虽然主要还是给小朋友的活动，但是我宠物美容师职业病发作，看到动物毛就想梳，忍不住还是要梳2下。可爱的小狗毛，让我好想要发神经。Du doch auch mal putzen. Okay. 很可爱吗？要不要养？棒，好胖吗？你看它的肚子。胖子。其实来这里不可以穿拖鞋，要穿好的鞋子。但是我是突然遇到，所以没有时间换鞋子。了解。对，不然会被他们踩到。没关。Donkey。我摸了很多动物。你摸了鸡吗？这个露营区的设备超新，设计又很漂亮，又有好多可以与动物互动的活动，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能享受其中。真心推荐可以来这个露营区待几天，更贴近 Dolomites 的自然生活。下一集影片要在雪地里践行，带你们去好拍又好吃的山屋。Dolomites 最出名的明信片视角，宛如童话的休斯高原，还要带你们去搭营运超过60年的棺材缆车，非常的狭小，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吗？就只能站着，而且2个人。好的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那就先这样子咯，拜拜。